创世纪中强调，大洪水是全球性的。如果大洪水不是世界范围的，就没有必要建方舟，诺亚一家只需要迁徙就可以，也没必要把动物的一公一母都带进方舟，特别没有必要把鸟类放进去。一定是当时地球上没有了鸟类的落脚之地。对于如此巨大的洪水，圣经中如此写道：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谁比最高的山还要高15肘？如果地球真的发生过全球性的大洪水，那么必定会留下一些痕迹。按照地质学的说法，在数千万年前，地球板块相互碰撞与挤压，引发了造山运动，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山脉。不过这棵穿越的树干就否认了地质上100万年为单位的时间框架。这是美国田纳西州煤矿中发现的石化木之一。这棵树在底部的煤层中，中间穿过多个岩层，最后在顶部的一个单独的煤层中结束。很明显，底层植物层在形成煤层之前，处于沉积状态下的时候，这根树干就已经插在了那里。按照岩层深度大致推算，这棵树干最少有数千至数百万年的历史。如果这些岩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的话，那么这根树干不会撑这么长的时间，已在其周围形成多层沉积物，很有可能在石化的过程中腐烂、分解、消失掉。这也证明了化石是快速形成的。1982年，圣海伦斯火山的一次小规模喷发，让火山口内的积雪融化，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泥石流。泥石流冲回山体，向下侵蚀，形成了一个35米深的峡谷。它的规模大约是大峡谷的1/40，却是在1天之内冲蚀出来的。现在有一条小溪顺着谷底流淌。如果地质学家不知道这个峡谷是怎么形成的，他很可能下结论说，它是在几千年的时间里被这条小溪慢慢侵蚀形成的。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日本的3.11大地震？地震使日本本州的海底出现了一条长约350公里、宽约80公里的巨大裂缝，而日本本州也因此向东漂移约2.4米。这也说明地质的运动很可能是迅速之间完成的。虽然漫长的岁月让大部分的痕迹都消失，但是一些化石类的痕迹是无法消除的。按照圣经上说，大洪水之后，诸山上升，诸谷下沉。也许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部分山脉都是在大洪水期间被抬升起来的，因为几乎在世界的每一条山脉都能发现水生贝壳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化石，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安第斯山脉、落基山脉和大多数其他山脉的顶部。据推测，当时剧烈的地质运动掀起巨量海水，将大量的贝类等海洋动物冲到陆地或山上，之后它们连同沙土一起沉积下来，最终变成坚硬的沉积层和化石群。人类无法想象没见过的东西，就像我们无法得知大洪水的真相。也许随着科技的发展，会逐渐揭开这一神秘的面纱。